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週的 Day 4，就是那個第4天。對，那這次我們打這個對手是誰？那這次這個對手是之前或者是更早之前就是會很常遇到的一個對手，就是我們的100等陰陽師玩家。對。那你可能想說，這個玩家不是之前常出現的那個普通玩家嗎？那為什麼會在這個實況主挑戰週裡面出現？那其實根據我的了解，原來他也是在一個在 TikTok 裡面直播，算是蠻有名的一個實況主，所以的話，他也是一個實況主玩家。對，這天我們就來跟這個100等的實況主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而且這次的主題是什麼？就是我們的這個陰陽師是非常之難觸碰的一個陰陽師玩家。為什麼這麼說？那其實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以前的那個打這個陰陽師的一些片段的話，你會發現這個陰陽師基本上你跟他打，你不能讓他抓到。那這個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你不能那麼容易被他猜到你接近他的那個路徑。對，就是這個重點我就說他是一個比較難以觸碰的一個對手，因為基本上如果他抓到你衝過去的那個路徑的話，他就可以直接把你抓住。那所以你看到我的那個進攻的途徑好像有點奇奇怪怪的，那其實不是我的操作出現了什麼問題，而是他一直在提防我的一些進攻，而且我也在提防他的捕捉，所以它導致那個走位會發生一些可能觀眾看了會有點奇怪的一個走位。那但是你只要知道一點，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接近他而做的，那就行了。对，那來到這個第一局的尾聲，在這邊的話，兩邊的血量都差不多。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讓他抓到。那我們嘗試把他抓住那在不被他抓到的同時 ，OK， 這邊可惜。那這邊稍微OK 抓到。那這邊可以直接給他，那不錯。那教父 SD 是一個短 CD 的倒地的反裝，所以的話，他剛才是用的不錯。OK， 這邊抓到了，可以直接給他致命一擊。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打陰陽師也是這種非常專業陰陽師玩家，我們唯一能做的，真的，如果被他抓到，直接換防禦英雄，然後認命，对，就2個字，認命就行了，因為你是不能做任何的東西的。那他的陰陽師也是跟其前所說有這個無限連的那個功能像這個一樣。那這邊呢，可能是因為那個位置不夠他無限連，那這個地圖就比較好遇一點，就是它雖然是個平面，但其實給人的那個連擊空間不算特別的充足那這邊呢被他抓到了，那我這次被他抓到，基本上我的血量就會讓他來到那個非常之致命的打擊，因為我這次是加攻擊力的。這邊的可以，那算是好運沒有被他站起來電到，不然的話會讓他給更痛的 combo。那但是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剛才那個被電到。那我們的 CD 好了，雖然這個血量是比較算是劣勢大劣勢。那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其實這支陰陽師是不是有點像我這個是一個禮拜之前發的那部，我以為這個 combo 消失的影片，就是那個降臨術士不停的無限炸的影片。其實大家有沒有覺得兩隻英雄非常之相似？就是讓他抓到一次，那基本上他就會直接宣告你的死亡，因為他有無限連。那個是無限炸，這個是無限連，就是不停用那個式神來无限連。那這邊的話，我既然也來不及開，就讓他抓到了。那基本上這裡的話，我頭會掉下去，那這邊就沒錯，就完結了。來到這個第3回合 ，OK， 這邊應該是讓他抓到，那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一個開頭因為他抓人就不像一般英雄抓到，那就需要可能要對準什麼位置什麼東西才可以解決 combo。那這個陰陽師只要把你打倒地，那就可以用他的那個式神來把你抓起來，開始他的陰陽師 combo，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誇張。而且你看到我是不敢輕易的接近他，因為也是接近他就很容易被他抓到。那但是不接近他，那就跟他就打不了他。所以的話，我要怎麼做？就是只有一個做法，就是小心翼翼的接近他。对，那但是這邊很明顯我失敗了，讓他來到了一個非常之離譜的無限 combo
那這邊可以，那這邊為什麼他把我打下去，而不是繼續選擇連擊？是因為啊，他那個無限連其實算是一個偽的無限連，就是他雖然是做到了一個類似無限連的東西，但是他還是需要能量來把這個無限連持續下去。所以的話，雖然我說是無限連，但其實不是一個完全100%的無限連。那但是對我來說，跟無限連是沒差，因為它的那個能量的消耗來換算這個無限連次數，實在是非常之多。就是例如說，如果大家想象不到，就是我超雄30能量，如果放在陰陽師那個地步的話，就等於說我的超雄可以用這個能量把人抓6到10次，對，就是那個重低可以用掉6到10次，那可想而知啊，就是一個非常之誇張的地步。那這邊有點危險啊，因為他知道我有披風，所以他直接把我倒地，然後消技。那這邊其實被消技不用怕，因為我們有一個習慣，就是永遠被消技不要先換那個反英雄，我們先要賭一把。賭什麼？就賭你的短 C 技能，在被消技的前提下還是有的，因為大家知道消技它自從更新之後，因為以前是把你所有的技能消掉嘛，那現在是把你技能的一半消掉，而且它是按比例的一半，就是如果你技能是有一半的話，它只會消一半的一半。所以的話，刚才啊，它消一半是比例的一半的話，短 C 的技能是有機會傳好的。那像刚才所做的一樣啦，被消技先檢查你的短 CD 技能還有沒有，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OK， 那這邊來到第4回合，那第4回合的話也是非常之辛苦，因為也是要先避開他的那個陰陽師的抓捕啊。那所以的話，既然我們的那個英雄上是打不過對面的話，因為那個英雄機體上是完全的跟對面比不上，那我們就盡量啊，把這個戰鬥的節奏拉進去這個技能階段，嘗試一下用技能來取勝，拿到這局的勝利。OK， 這邊的話可以，那麼嘗試把它抓住，然後嘗試用那個披風或者是頭盔把它抓住，不然的話這局的勝利就岌岌可危啊。那 OK， 那麼小心點，哎呦，避開，不要讓他那個壓到。那這邊再用 A dash 嘗試抓他。那這邊的話小心點啊，不要讓他抓到。OK， 這邊直接用妖術頭把他抓住。那我們就直接把他射，然後拉開距離，因為他那個盔甲王牌密探衣服是穿好的。那我們的頭盔開了，那我們就非常之小心，因為術士1還沒好的前提下被他抓到，那等於死的是沒兩樣。那我們就盡量不要讓他壓到。哎呦，那我們準備披風。哎呦，不錯。那這邊呢，他預想到我用這個披風啊，那所以的話，他直接用這個雷法，因為雷法是破無敵的，那他破無敵會直接把我冰披風破掉。那他不錯那個預判。那剛才為什麼他下不掉我的技能？是因為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其實那個左右這個是一個比較基礎的東西吧，就是你按的越快，其實起來的那個速度啊會越快的。那我這個是我打這一場那麼久啊得出個經驗，所以的話，他剛才為什麼那個膠囊啊是下不掉我技？其實我是覺得，因為說我盡量按得很快，然後導致我起來的速度比他預期快了一點。那可能這邊有一些人是不認同啊，但是我起碼我打起來是這樣說的話，就給大家一個參考。對，就是跟大家說，如果被打倒了，就不要那麼快放棄接受這個被消擊的命運。我們盡量按快一點，就有一個起來加速，就是快點起來的一個效果在啊。對啊，這哎呦可惜。那我們 OK 這邊抓到，那直接把它撕完之後踢下去。那因為他的頭盔隨時會存好，那不錯。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也是最終局，也是一開始 OK 這邊呢又是犯了一個很大的失誤啊！一開始讓他抓到，那他抓的手段比我超雄還容易，就是他直接向前遞一下就可以把人從那個地板撥起來，然後直接倒地。所以的話，不要再說什麼超雄那個抓人很厲害，你先看對面那個把人撥起來了一下更加厲害。對，那 OK 這邊的話好險，要把他反抓了起來。那這邊的話，他換了這隻，我相信他這隻是第3英雄，是沒有加防禦力的。那這邊的所以的話，那個血量會狠狠的拉出一個很大的距離，再加上他這次讓我抓到第2次，那這邊的血量優勢就大大的拉起來了。那不錯，那這邊的話作為最後一局啊，那個血量優勢拉那麼大起來，其實對我來說非常之好啊。哎呦，這邊不錯，頭盔先逼。那其實雖然說那個
破界針頭非常之快，但是如果你在前期階段先用的話，對於你後期的那些技能的發展不是特別好啊，敵人就很容易把你抓住，然後你是沒有反撞的。所以的話，你看到他為什麼換了這支而不用陰陽師，是因為啊，他那個頭盔剛才用了，那他就不能冒險再用沒有反撞的英雄。對，這邊呢可以啊，那把他抓住也是，哎呦，那這邊的話失手別擔心，先把他裝備撿起來。對，永遠啊打噴裝的打法。如果你的 combo 失手了、失敗了，我們先不要急着繼續連他，我們先要做的是先把他還有技能裝備撿起來，因為我們打這些競技場比賽啊，永遠都是技能為優先啊，有技能你的勝率就會大大的提升很多很多。我這邊的話，兩邊血量差不多，那這邊我試着用這個視野的盲點來抓他，就是先飛出去，對，然後飛回來，對，這個不錯，那直接踢下去。